众所周知，比起其他的系列，凯庄呢是便宜了很多，但是呢，它仿佛做不到1分钱1分货，品控质量十分的拉垮且不说，细节分件涂装也是阉割的特别多。还好每一弹的终极铠甲都没有太敷衍，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部的终极铠甲修罗做的怎么样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第2弹吧，理论上来说比起第1弹肯定是改进了好多，但是跌的是更加的快呀，才几个月就跌到了和第1弹一样的价。就算没有任何优惠的话，现在也是20多就能买到一盒还包邮。我呢是从会员购上买的嘛，因为它是有很好的包装的。你看这7变，这个盒子的话是和第1弹是一样的设计。记得呢要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配件，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缺什么，对吧？万一中奖了就尴尬了。打开盒子可以看到呢，它就是袋装的，没有像我之前买的那一个第1弹一样嘛，是悉数包装的。这样的话点件就有一些难度了，需要耐心一些。点件完毕，确认没有缺件之后呢，就开始把它组装起来。第2弹的膝盖组合度是十分丝滑的，但是它的腰带以及肩甲的组合度非常拉垮，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装好。不枉我手疼了半天，真的可以说是拼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它这浑身的成色和涂装色差有点大呀，可以看到它呢成颜色的面积是很大的，不舍得给涂装。不过身上的细节倒是没有给你阉割掉，比如说披风上的纹路以及肩甲还有胸口上的这些金色的文字都是有还原出来的，而且呢是用浮雕来还原的，所以经过手艺人的涂装之后肯定会非常棒的。估计是因为有披风，肩还不轻呢，有32克。要知道肥姑妈的女角色很少有超过30克的。身上唯一可以荧光的地方就在于这一个披风是特别亮的白色荧光。这个系列叫凯装，而且呢配置以及它的组装方式呢感觉就和万代的装洞一样嘛。我们拿一个万代的装洞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呢是一样大的，而且浑身从头到脚的关节设计呢，装洞和这一个凯装的第1弹是完全一样的。而我们今天测的凯装第2弹呢是胯部的关节有了改进，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是球形关节，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平转关节。到了第2弹呢是把这个胯部里面的那一个小关节给取消掉了，改成了这一个横切过来的关节。这样的话是穿帮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这一个横线呢是显得有一些别扭。所以凯装呢不只是设计，就连名字也是抄袭的装洞，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呢装洞是浑身偷色更逆天，需要用贴纸来大面积的补色。然后呢凯装它是浑身有了很多的预涂装，也没有给你贴纸，需要补色。当然这也不是说凯装是做的更良心嘛，只是很单纯的凯装价格更贵啊。在日本这玩意儿可才几百日元一个，虽然说现在是破发的很严重嘛，20多一个，但是原价呢可是49呢。所以他给你全涂装都是应该的吧，但是你看它这些银色装甲全都是水泥灰。你看胸口就中间这一块呢是银色涂装，很漂亮对吧？旁边呢全部都是用的成银色，所以它的质感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但是呢它这是局部的喷银色，还需要遮盖呀，你直接喷银色它不香吗？都不用遮盖的对吧？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说了嘛，如果说你会补色的话，那这个是绝对值得入手的。到时候你自己补一下色，质感就很好了。毕竟它这细节呢都是有给你做出来，只不过可能有的地方太小嘛，就会肉一些。然后我还中了特别离谱的奖，竟然这里给我有一块蹭色，还是在眼睛上，实在是太离谱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些浮雕呢都说的挺清楚的，只不过是直接涂在这一个水泥灰上，所以说到时候冲突的话，最好还是要直接喷吧，到时候再直接用珐琅大法啥的给它给涂出来。然后它的分色呢，可以看到感觉比第1弹做的要好了很多，没有特别离谱的那些涂不够了或者是异色的情况发生。背面的细节也没有阉割掉，惊喜的是可以看到它这些呢没有给你偷掉。一般低端可动的话，背面都是不给你上颜色的，结果呢它背面也做出来了分色，这就显得奥迪好像有点良心呀。但是呢这49块钱这么小一个的低端可动好像也不便宜。披风呢是靠这么一个直装连接的，有一定的上下可动幅度。然后这披风呢是纯白色的，但是呢纹路做的很好，材质也不是用的硬塑料，而是这种软的，不知道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发粘呢？然后它这个腰带的吧，就是中间这一块是给你出了一个金色的分色，这个腰带不是变身器，变身器是它左小臂上的这一个手机是有给出来银色涂装的，但是周围呢就没有给出来了。手机上的细节雕刻也是不错的。然后我们都知道用手机变身的话，身上就会有很多的光子血液，对吧？背上的并不是红色条纹，而是用的以印还原的文字。大腿护甲还有这一个脚呢，都需要单独拆下再喷下银色吧，不然的话这个质感实在是太差了。你看这一个小腿甲呢是喷的银色，多漂亮了。小腿肚子上有金色的分色，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了。膝盖呢也是用的成银色嘛，然后就是有这个红色的分色。然后可动方面呢，抬头幅度一般，低头非常小，转动的话有一点，但是很紧。然后就是会被这么一个领子干涉住嘛，然后就是大风车没问题，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90度以上，肩膀有一段超级大的歪拉关节可以增强可动。大臂的平转没问题，然后这一个曲轴的话是能够达到90度。手腕的话这次改成了直装的，而且是特别深的直装，因为之前第1弹的话是球形关节，组合度不好，而且呢还容易掉。披风上下活动幅度不错，但是呢它撑不住的。然后就是转动，腰部只有一个平转关节，然后就是胯部轻松的一字马，前踢90度，后踢45度，然后就是大腿跟这里的平转。屈膝的话是能够达到90度，脚腕是一个球形关节，没有脚尖可动。
这个修罗呢身上的主机感都是挺舒服的，除了这一胯部一开始是很舒服的，但是我为了装这一个肩胛嘛，不断的碰到它，让活动的次数多了就会变得像这样特别松。不过还有它底下就是一个球形关节嘛，结构简单，直接塞一点胶水加固一下就行了。配件的话，实际上是它的武器，就是银色橙色嘛，没有分色，没有涂装，然后就是还有它主和合体的形态，它是不能够合体的，所以说呢，它只给了你整个的形态，这样的话好像还挺良心的。纹路细节也是做的特别棒。然后就是一个支架地台，可以看到呢，每一个武器背面都是有这么一个洞的，这个洞呢就是让它可以放到这上面收纳一下，所以这个武器只能看正面，背面的话有洞，实在是不能看。然后这一个支架底下呢有一个收纳空间，可以放下你的手型。两对替换手型的话，就是一对这个正手拿武器的，还有一对这一个斜着手拿武器的。总之，想要修罗的话就买这个吧，毕竟也没什么可选的了，对吧？至少这一个系列你补一个色之后呢，还是勉强可以看的。